原来是他。你画我画的可真像。画对了。魅地美容院，雷队生前捣毁的人口贩卖组织的窝点之一。他们通过美容院利用免费来吸引年轻女性，然后在手术的时候实施麻醉，最后进行诱拐和绑架。雷队当时就怀疑他们在进行诱拐之前会把目标女性的背景调查得一清二楚，但不知道手段和渠道。这个案子最后抓了30多个人，但都是组织最底层的成员。看来当年找我画像的黑衣女人，应该就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她把自己整容成了贺红，所以我们才一直找不到她。在她留下这份名单上，落款写着 M， 我想应该就是她在组织里的代号。通缉 M， 找到他，就能找到突破口。干活！是。差不多这么高，差不多这么高，1.7米左右。大概位置在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下午2点。您确定是这个人吗？你好，服务员。M 留下的名单里，第一组都是那些被拐卖妇女的名字，最后的一组是一些东南亚和欧洲的地名，应该是贩卖人口组织的买家所在地。中间的这一组都是些假名代号，应该就是贩卖组织成员的名字。但他为什么要主动交出这份名单？也许是组织对他造成了威胁，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自保。整个案子现在疑点太多，我们目前可以做的，首先就是解救名单上的被拐女性，或许通过他们，还能找到 M 的一些线索。程队，领事馆那边有消息了，解救了一名叫蔡曼妮的女士，准备回国。不知道剩下的人是不是都还活着？我们肯定能找到他。这些年，我每一天都在发誓，如果有一天还能回来，一定把一切都说出来，把受害的姐妹们都救出来。这个人你见过吗？求求你们放我走，放我走吧，放我走吧！求求你们放我走吧！我怀孕了。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求求你啊！该出发了。好，你是不是很同情他？我只是在想，如果当年我像他一样，早就中途被丢进海里了。看来，这个 M 就是组织里负责将拐卖者运往国外完成交易的核心成员。贺红被拐走的时候已经怀有身孕，孕妇在那些人眼里是卖不出好价钱。受害人只说最后一次看见何红，还在船上。等找到冷冻车上的时候，何红就不见了。很可能是 M 把她带走了。作为组织核心的那个女人，选择顶替何红的身份，带着她的女儿生活，那就说明甄贺红早就是一个无法开口的人了。现在 M 的线索又断了。我可以保证你的孩子，但是你要和我交换一样东西。我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可以。这是7月5号的监控视频，在莲花路。半个月前。再放一遍。这个监控已经被他发现了，他不会再出现了。快递。好久不见。一共3刀，其中1刀刺在心脏，失血性休克导致当场死亡。报人在哪儿？在厨房里。你是房主啊？你跟死者什么关系？他是我丈夫，叫赵明哲，是我杀了他。姓名？陈秋文，年龄32岁。你原名叫周云逸，陈秋文是化名。为什么杀了你丈夫赵明哲？
因为我不想死。这都是他的。然后1个星期我就开始挨打，一开始上呼耳光，然后拳打脚踢，后来我手臂和肋骨都被打折过。我想过离婚，但他说只要我敢离婚，他就杀了我。我相信他肯定能做到。你想去哪儿啊？后来我逃到了北疆，就换了这个新的名字陈秋文。我扔掉了旧的手机，也不敢和任何人联系。我以为在这个新的城市里面，用这个新的名字，可以有新的人生。但是4年了，他还是来，他还是找来。你是说，赵明哲找到了你，想要把你抓回去，所以你才动的手？他不是来抓我的，他是来杀我的。好久不见。我是不是说过了吗？我再敢跑，你就得给我死了！后来过了很久，我才冷静下来，报警。但是他已经死了。你被我杀死了。
我这算是正当防卫。等家属来了，先做个尸检，让他们签字，然后出一份鉴定报告。是。喂，啊，张局，报站的资料我整理好了，行，现在给你拿过去。程队，外面来了个女的，说是死者家属，坚决拒绝解剖。你先去忙吧，我跟李安去看看。这注意一下，走。陆婷律师，您认清了吗？是的，是张明哲。我什么时候能领走尸一具火化？赵明哲的死涉及到刑事案件，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必须要对尸体进行解剖。他人都已经死了，就不能好好的走吗？请问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我是他女朋友。那他的直系亲属在哪里？在这儿。你怀孕了？4个月。陆女士，我们理解您的悲痛，但是赵明哲的死牵扯到对嫌疑人的指控，任何的细节都有可能影响到定罪量刑，我们不得不进行解剖。你难道不关心他是怎么死的吗？是被他老婆周云逸杀了，对吧？那天，他从家里离开，我知道他去找周云逸了，他一直没回来，我就担心会出事，没想到会这样。你怎么知道他会去找周云逸？因为一张照片。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单身。但是1年多以前，有一次我收拾家的时候，在一本旧杂志里翻到了他和他老婆的合照。照片的背面还写着结婚纪念日留念，我当时气坏了，我拿着照片去质问他，但是他大发雷霆，他警告我以后都不许再提这个女人。他那个时候的眼神，还有他的表情，恐怖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赵明哲是怎么找到他的？不是他，是我。3个月前，我发现我怀孕了。我不想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名没分，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要找到周云逸。我希望他能和赵明哲离婚。我也确实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踪迹，但没想到的是。原来他在这儿啊！他那个时候整个人都不对劲了。第2天一早他就走了，我知道他去找周云逸了。我真后悔，如果不是我非要找周云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你现在怀着孕，方便吗？要不给你叫辆车吧？不用了，酒店就在附近，我想自己走走。哇，申警官，那你先回去吧，谢谢啊。路上注意安全。通过瞳孔的照片跨城追踪，这也太可怕了。生队，我看到你一快递，给你放办公室了。好。这笔录是谁的？怎么多一份？啊，赵明哲的女朋友昨天晚上来的。根据赵明哲的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我调取了他近1周的全部行程。他前天下午的3点42分乘坐大巴到达本市，下午5点35分，他入住了台东3路的快捷酒店，距陈秋文的公寓不足700米。昨天下午的1点23分，他到距自己的入住酒店2站路外的小商品市场买了快递员的服装，包括帽子，使用的是微信支付。下午1点54分回到了酒店。根据监控显示，下午4点37分，他身穿快递员的服装到达了陈秋文的公寓。下午4点55分，110接警站接到了陈秋文的报警电话。杀人动机明确，整个行动链十分完整，时间轴跟陈秋文的供词还有陆婷的佐证严丝合缝。我觉得是赵明哲杀人未遂，最后被家暴的受害者反杀。你觉得呢？他的头很小。什么？在现场调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比例哪里不对。现在仔细一想，才发现，死者的头比一般男性都要小。所以呢？你们看，这种快递员的帽子，只有一个型号，也不能调节大小。死者的头这么小，戴这么大一顶帽子，不应该这么合适吧？在陈秋文的笔录里，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当他透过猫眼从外看的时候，赵明哲的脸是被整个帽檐全部遮住的，所以他才没认出来。这就更可怕了，连假扮成快递员拿帽檐遮脸这种细节都想得这么周到，这就是精心策划的谋杀啊！不，我是想说，现场一片凌乱。陈秋文也说过，他们俩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厮打。可这么一顶一碰就掉的大帽子，为什么会端端正正地扣在死者头上呢？这不合理啊！喂，尸检发现新问题。乌鸦群飞的麦田。你说什么？我说，这些波纹状排列的纤维层很美，就像梵高的那幅名画，乌鸦飞过麦田时掠起的麦浪。可惜，在我们法医的眼里，让心脏的肌肉纤维泛起美丽波浪的，不是乌鸦的翅膀，是电流。你是说，他生前触过电？皮肤上没有明显的电流斑，但是心肌纤维出现中度波浪排列。你看，心肌间质血管内皮细胞核渗染，而且左心室轻度肥大，是慢性心力衰竭的前兆。死者生前有轻度的心脏病，在遭到低幅电击以后，引发了房颤休克。所以他在被刺死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对。还有，我觉得他的刀伤有问题。什么问题？周云逸和赵明哲的身高比例，如果按照他说的那样是在反抗中拿刀杀人的话，刀口是斜向上的。没错。可他的刀口都是以水平角度刺进去的。程队，我们复勘了陈秋文家的现场，在他们家楼下绿化带发现了这把电击枪，上面有他指纹。
这把电击枪是在你家楼下的绿化带里找着的。我们查过了，你在前一段时间在网上买的，上面有赵明哲的 DNA。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他是突然之间出现在你家门口的，那你为什么又能未卜先知，提前准备好防身用品？根据我们现场勘查的结果，赵明哲的尸体有被明显拖拽过的痕迹。结合初步的尸检报告，我们可以断定赵明哲不可能是在袭击你的时候被你防卫刺杀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不说就我说。如果真是在赵明哲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之后，你再刺杀了他，那你就不是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而是故意杀人。你现在交代真相，还有从轻量刑的机会。是，我是故意杀的他。身上的伤会好，可是心里面的呢？我从他那里逃走了，但我从来没有逃出来过。只要想到他的脸，只要想到赵明哲这3个字，睡不着觉，4年，4年，我不敢上街，不敢发朋友圈，不敢认识新的人，甚至有男人靠近我，我都觉得害怕。买那个电击枪，也不是什么未卜先知，我靠那个活的。每次有人敲门，我都要拿上一把电击枪才敢去开门。所以，当赵明哲出现在你家门口的时候，你使用了电击枪，是因为你精神长期紧张的下意识反应。那当他休克倒下之后，你又朝他的腰还刺了3刀，这可不是下意识反应吧？他动了，他在地上动了。你知不知道，只要他站起来，他就一定会杀了我。
但那顶脱落的帽子呢？既然这么害怕，为什么还给他戴上？因为我不想看到那张脸，我害怕那张脸。谁知道扑克牌里面的 JQK 分别代表什么？我知道 ，K 是光 King，Q 是皇后 Queen， 勾是骑士 Jack。那谁又能告诉我，红桃 Q 代表的是哪一位皇后？老师，这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吗？红桃 Q 是一位著名的以色列女英雄朱迪斯。在亚述大军围堵他的家乡伯图利亚时，朱迪斯带着他的女仆潜入亚述军营，用美色诱惑了他们的主帅赫罗弗尼斯，并在他醉酒的时候砍下了他的头。在美术史上，以朱迪斯为题的艺术作品不在少数。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朱迪斯的女仆也参与刺杀了吗？为什么这么问？您看，在有的画里，女仆只在旁边围观，接着赫洛弗尼斯的头；但在中间那幅画里，赫洛弗尼斯正在反抗，是两个女人联合起来压制了他，才砍下他的头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你发现了关键。中间这一幅出自一位女画家阿尔泰米西亚·珍蒂莱斯基。西方的很多男性画家在处理朱迪斯这样的题材时，会把女仆作为旁观者，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只放在美丽的朱迪斯身上。但是阿尔泰米西亚·珍蒂莱斯基不同，他画中的女性是共同抵抗邪恶势力的盟友，在他的眼中，女人能理解女人，女人能保护女人，所以只有这一幅明明白白地画出了两位女英雄。老师，我查到了，珍蒂莱斯基年轻的时候被他的老师性侵了。珍蒂莱斯基曾经遭受过性侵，对方为了逃避刑罚，反而指责珍蒂莱斯基卖淫。为了证明清白，珍蒂莱斯基被迫当众验身。可最后，那名强奸犯只被判了一个盗窃罪，仅只关了8个月。所以这幅画画的并不是朱迪斯斩杀赫洛弗尼斯，而是女画家自己斩杀了强奸犯。是的，所以珍蒂莱斯基画出的朱迪斯有着更强的力量感，没有任何的犹豫、恐惧。他把自己的痛苦和同情注入到了画里，和画中的朱迪斯拥有着同样的灵魂。同样的灵魂，同样是遭受了暴行的两个女人。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大家自行讨论。你认为陈秋文说谎了？他说过一次就会说第二次。通常情况下，长期被家暴的妇女会被定义为脆弱的献祭者形象，所以我们容易忽视。而且女性有反抗的力量，她们反抗的时候，力量甚至会比男性更强。陈秋文说他在电晕赵明哲之后，在惊惧下才杀了他。我现在怀疑，这个结局早就是他设计好的。应该说，从赵明哲看到那张照片开始，他就注定要死了。那我们再去酒店调查一下赵明哲当晚的行动轨迹，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线索。这个人是3天前办理入住的，那天我当班。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或者说过什么？这么多人办理登记入住，我确实记不太清楚。在这确实能看到陈秋文住的那栋公寓。哦，我想起来了，那天那个男的办理登记入住时，他坚持要备你的房间，
而且反复问我一句话：贝英的房间肯定能看见风貌大厦吧？果然，他是通过风貌大厦才找到陈秋文的家。所以这也证明，赵明哲是主动追猎陈秋文的。喂，你确定吗？好，我知道了。李涵发现陈秋文的照片上有合成的痕迹。陈秋文的瞳孔里不可能出现“风貌”2个字。这就是陈秋文拍照的地方。找到证据了。这什么意思？你说你从赵明哲的身边逃走后，不敢出门逛街，不敢交朋友，不敢发朋友圈，可是你却在社交网站上发出了一张这么清晰的自拍，这不矛盾吗？我想试着走出来，重新开始，不可以吗？可以。可是你的这张照片是处理过的。你知道赵明哲看见你的照片就一定会来找你，所以故意在照片上留下痕迹，引诱他走进你布置的死亡陷阱。你们有证据吗？有证据。这就是证据。按照你的这个自拍角度，你的瞳孔里根本印不出“风貌”2个字，就像我拍的这样。所以你这张照片是处理过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位置暴露给赵明哲。就算我这张照片是处理过的，网上那么多照片，我怎么能保证赵明哲会看到这张？有人可以保证。陆婷。陆婷是谁？陆婷是赵明哲现在的情人，你们前2天刚见过。我没印象，我不认识他。如果说一个陌生人突然和你说对不起，那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惊讶或者奇怪。可是你都不是，你是目不斜视的从他身边经过，你在装作跟他不认识。我没听见他说什么。那天陆婷听到异响，反应和你一样。他害怕的不是声音，而是伴随声音而来的暴力。暴力的源头也是赵明哲。我再说一遍，我不认识这个陆婷。我也不知道这个照片怎么到赵明哲手里面去的。如果不是他要来杀我，他不会死。把他送上绝路的不是我，是他自己。周云烨，警方知道的、掌握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陆婷就在隔壁。陆婷，我
们不会平白无故把你叫到这儿来，你最好自己交代，这样对你没坏处。前天，赵明哲来了北疆，我们查到你乘坐晚于他一班的高铁，也来了北疆。根据赵明哲的尸检报告显示，他在生前曾经被电击棒击中昏厥，身上的刀口也跟陈求文的供述不符合，所以这不是正当防卫，是故意杀人。我们现在怀疑案发现场还有第三人，可能是帮凶，也可能是主谋。如果故意杀人，他会被判多少年？这得看法院怎么判。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视情节严重程度，有期、无期、死刑都有可能。我说，自从我和赵明哲在一起之后，他经常动手打我，我不能反抗，我也不敢反抗。每次只要我眼神有一点反抗，他都会打我打得更狠。时间长了，我慢慢就麻木了，直到我有了这个孩子。能让我摆脱这个男人的，可能只有陈求文。我用了各种方法，想要找到他，直到有一天，我通过陈求文和赵明哲合照上的那件衣服，在二手网站上找到了他的账号。我们联络上之后，就商量了这个计划。你是怎么找到他的？听我解释，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是在害怕吗？我没有，我不找他了。你别生气，我不敢了。干嘛害怕呀？你离婚了，你帮我找到了那个背叛我的女人。好久不见。
死了，真死了。我们杀了他。我们自由了。你赶紧走。手上的血擦干净。走，从你来的那条路走，哪里没有见过？快走！要不我去自首？按我们说好的吧，快走！是我杀了他。那陆婷为什么和你说对不起啊？我怎么知道？能不能不要再问这些没有意义的问题了？有意义，因为是陆婷杀了赵明哲，你在替他顶罪。照你们说的，他是我丈夫的情人，我凭什么替他顶罪？因为她怀孕了。这是17年6月，你在医院的流产记录。你曾经也有机会能当一名母亲。不行不行不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需要妈妈。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你为什么不想办法离开他？我是没想过，试过很多次，每次都被他找到，找到一次就打一次。
后来我就不跑了，因为他只要找不到我，就会去找我的家人。这些我都经历过，只是我可能运气稍微好一点。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找你，他不会放过你的。连我都能找到你，更何况他呢？我本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如果我一个人承受这些，可以换来我全家的安稳，我认。但是我怀孕了，孩子不该有这样一个残暴的父亲。为了孩子，我必须和他做个彻底的了断。你想怎么办？杀了他。我想好一个计划，如果能顺利完成，我们就都自由了。但是我一个人做不到，你可以帮我吗？